现在反正版本答案就是中古预售要交替进行的搞得我这种我从来不看预售的人，我只看那个实价登录行情的人，现在必须要去怎样研究预售这个政策相当于政策上把人往预售驱赶，你不觉得吗？搞出了预售急涨然后无法刹车预售现在超级高姿态，超级夸张贵民怨四起。同时啊，这个政策怎么样，也搞得中古屋市场的低总价被很多有400万、600万、800万在身上的人这样第二屋、第三屋、第四屋，他一样给他买下去，买低总买到现在也贵起来，低总都喷起来了相当于政策上把人往低总价驱赶，结果低总喷了，民怨四起你看4起加4起，这民怨8起了。为什么你总是会错失买房的良机你身边是不是有那种一直喊自己一直错过最佳时机的亲朋好友？先说结论那是因为你总是抱持的买到就要赚到的心态，但其实只要蹲久了你的房子目前政策环境之下真的是很难不涨很难不涨。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子最大的风险，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为什么你总是觉得自己错失买房的良机这个问题听起来蛮地图炮的那会聊这个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有一点感觉啦来，我来念一下标题给你听。买房只剩悔不当初，专家这些人不止酸，还有被害妄想症。我觉得这不是专家讲的话应该是乡民讲的话。你看他的标题下的比我还狠，比我还夸张的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是在讲现在很多的购屋族都在抱怨没有新的重划区可以买，然后现在的重划区房价都很贵。对啊是真的很贵。你看前几天新庄的重划区那个温仔郡重划区新的嘛，最新的嘛开价破6字头其实不是前几天，我记得我大概过年前我那个亲戚就在讲新庄温仔郡开价破6字头，建商房价短期内难降价，就很扯啊超过60几万新庄那我就想问这些朋友那为什么你在它还3字头的时候你不买不是说温仔郡那时候都是违建，说他还没拆，所以我不能买，而是新庄那时候就有30几万的东西嘛好，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温仔郡重划区的房价指的是附近啊这个我要特别说一下，温仔郡重划区你去看它的都市计划图是没有辅大的就是温仔郡它画出来尖尖的2只脚，在地图上看那个中间最后屁股那么凹陷的地方那个就辅大它是没有包含辅仁大学的那是学校他妈学校一起重划什么东西好那就新庄以前啊，什么建中街什么那个都有房子啊然后都蛮便宜的时间多远？2020年今年2024还没走完所以你甚至可以这样子讲，叫3年多前重划区然后旧房子，重划区附近旧房子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它最便宜，那你等它慢慢盖起来以后，价格就会越跌越高不是都这样吗？高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可是开价已经大家看了会怕这样。当然啦我讲这个不是说叫你去看重划区我要说的是买房子这种事情其实就是长这个样子你会怕，那就会一直上不了车。所以你要知道买房子本身就是长线作战买房子是长线的作战。我知道买房子一定会有压力，而且可能是你这一生中金钱最大的压力这是你这一辈子里面买过最贵的商品。你买它不是什么分期付款，你是要贷款的然后不是什么分30期零利率是你要分40年对那这个是1000万等级以上的商品嘛，是一辈子一般人会碰到最大的买卖所以会怕，这真的很正常。我也不会跟你说你不要怕我那个时候买第一间也是紧张了一下就一下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就看很多了嘛，然后终于轮到自己买，那个流程什么我们都知道。我要提醒你的是，买房子要看的时间不是
3个月、5个月那个是股票的周期我们在买房子，现在政府已经校正了大家自产的周期就叫5年、10年所以你不应该抱持着买到我就要立刻要赚到钱，要飞上去这样。很多买不了房的人的心态就是这样，明明他也有能力可以上车，明明他也自己都要看房子，但看了那么多年一间斡旋他都没下，为什么？你会怕？怕什么？怕他自己买错了，怕他自己买贵了怕他自己买的不够好。那个3间房子他都有去看然后这3间他也都觉得会赚钱，然后他会怕什么？怕他没有买到赚最多钱的那一间就会有这种情节这真的这个我跟那个观众聊过把他的心魔告诉我然后我看一看好有道理我以前都没想到。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问题。就像我们之前讲，你要找一个买房子赔钱的案例还不是很好找嘞，对不对股票的话这个一大堆那你要找房子赔钱的案例，通常都是意外那个什么意外嘞，包含租客给他跳下去或是他自己生意上拿房子去周转怎样搞到他赔钱卖掉不然房地产界真的很难找到就因为行情时事的关系然后导致赔钱为什么？因为房子它核心就是居住的需求居住的需求，这人权呢那就拿我们刚才讲的从化区，一开始从化区就鸟鸟的，连一间 7 都没有那此时建商才会怎样让利让你用便宜的价格买入住。对我告诉你，从化区的建商真的觉得他在让利，他不是说从化区市区的中古屋卖40，然后从化区他就要卖25，这他叫让利，不是，他们不是这样想，他们是想说没有这个以后会到80，所以我现在卖你62、63，这个叫很正常这样我已经让利了，然后开始人口陆陆续续迁徙进来那这个地方有人住了 ，7 也开了，全联也开了，美联社也开了，什么有的没的，小孩子的那个补习班也开了，生活机能慢慢起来然后这个地方生活机能好了，建商把房子一路卖得越来越贵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以前你就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人会住了你就 pass 掉。3年后、5年后，机能逐渐起来了，它的房价也跟着不亲民了。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新庄温仔郡，2020年均价35万，2020年都还没有温仔郡的建案可以买，它最近才完成拆除嘛。我讲的是新庄温仔郡那个范围那附近就不要来跟我杠这个，那个温仔郡那边我也是蛮熟的。好，然后2024年开价6字头63万，我去看，我家人去看看一个案子，不都是这样吗？那这个案例还要举还非常的多像现在很夯的林口林口还不是 A7林口那要讲起来的话叫 A9 吧，就是有百货公司的那一站以前不是这样吗？就是什么林口好恐怖这个上去要走山路晚上会起大雾什么有没的，然后那个三峡北大特区对不对？我听过最经典的反动言论叫做，它叫三峡我们要相信古人的智慧啦，三峡峡谷的峡那个地方就不适合人类居住啦，妈的有道理你看它现在变成怎么样所以这个从化区本来就是这样，这个机能从不好到好，那这个成长会非常的剧烈有没有没起来从化区其实也是很多其实也是，我以后再拍影片，你们都在讲什么从化区第一案买下去一定会赚钱，必定会赚钱，错，这句话是错的。因为我就有去看从化区，结果我一看其实大家嘴巴讲得出来的从化就那几个，你知道真的各地县市政府在都发局正在跑的，手上正在跑从化区，通常都20-30个、40-50个，真的都那么多。你看怎么那么多从化区从化区周期很长啊，从化区一规划300个月25年呢所以你的意思是说20-30个从化区的第一案买下去全部都赚钱？我已经找到超多赔钱的案例，第一案赔钱的案例这个我改天再拍这不是今天重点。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想等，那你就买中古屋不想等就买中古屋。我刚才虽然讲从化区会慢慢起来但可能会慢到你受不了那当然你的心态是没关系，我就跟他等下去等个10年20年没关系的话，那当然 OK。我们爸妈当初也是这样不是吗？我买一间房子什么也没做
20年后等你大学毕业，那个房价现在当初地点买的，这是翻多翻少的问题而已啊。那如果你不想等的话，你可以怎么做？就像其实我现在都是这样做，就买预售屋旁边的中古预售屋旁边的中古。好，我们就不要讲建商会炒作预售屋的房价这种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用生活机能来分析给你听另一个角度我们来算一下，现在电梯大楼都盖多高看那个土地使用分区跟奖励容积什么有没的那大概你就算15楼，好B 35楼。那这个电梯大楼本来就公寓吧，公寓就是5楼而已那所以这个公寓变成电梯大楼的时候它居住的人口多了多少我们简单算1楼有3户的话可能10楼乘1户4个人，那就是120人。当然这个建商多盖一栋电梯大楼的时候这一个地区可迁入的人口数它就是会变多其实也不用建商来估那个从化区当初那个当地的都发局地震局他们在规划的时候本来就有规划未来会迁入的人口，你就直接看那个就好了像那个三重就那个叫什么线，环状线过河州第1站那边还有一堆工厂还没重化，那边重化后说预计可提供35000个居住，35000人居住，对，它的资料都有那你就买它旁边的中古屋就好了生活机能一定会被逼的发展起来。为什么？因为那一圈都是老公寓嘛，对不对？它原本没几个人嘛，你叫出来那个凑不起一个连嘛，这附近的居民。然后现在电梯大楼一栋一栋长出来，你叫出来就好几个营的人口了，对不对？所以生活机能一定不够用一定不够用。此时会怎样？那个虾皮电脑店就会手摇就会开了那个 7 全家就会开，美联社就会来生活机能就开始狂开然后外面的人看奇怪，以前什么都没有怎么现在什么好像都 OK 那生活机能好，它是一个磁铁，它会持续吸引外来人口来入住。那它要入住就会怎么样？就会买卖当地的房子，他也只能接受到时候的价格那他买了，他如果比较喜欢新房子这种人超多的那他就买了贵松松的成屋，那时候他也是买中古他也是买了人家的新屋龄比你低的房子就对了那你的中古当然被这样刷10家登录，相较之下你就很便宜，然后你就起来了嘛，就这样你的房价就起来了。这个就是我喜欢中古屋的原因我们一直重复一句话叫天塌下来了，有预售顶着。预售屋的房价就是房地产市场的晴雨表晴雨表。就预售屋表现还是持续向上，那我们做中古的就不用担心。那预售在看谁？预售在看下一案更新的预售，以及建商土地成交土地成交，反正就是这样基本上是抄作业。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为什么你总是会错失买房的良机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新闻，新闻是在讲说很多人在抱怨他买不到便宜的从化区。我跟你说真的带你去看便宜的从化区不敢买了那我的看法是，因为这种从化区的物件一开始一定是鸟不生蛋的时候最便宜嘛那就会嫌这边鸟不生蛋不想买从化区建设都差不多，人口都一直引入的时候他买不下去那这个就是很多购屋族自己的心态，他们就是想要买到就要赚到，就实价登录，就最好他买了交屋后隔3个月实价登录马上往上刷然后这样他看了就很爽。但以我自己自产的经验来说，你只要不买到那种太奇怪的房子，那你愿意蹲个10年20年，这房子一定 OK 啦，会涨起来。因为我们爸妈买的房子也是这样蹲出来的那如果你不想要买从化区慢慢蹲的话，跟我一样就是买预售旁边的中古就会变成说预售来帮你抬轿这样。而且当这些房子都开始入住的时候，当地那一小圈地方的生活机能一定不够用就会让生活机能怎样强化起来，然后强化之后就会再次拉高房价，好的生活机能又会吸引人口进入这个从化区才叫做慢慢发展起来。反正我就做中古屋就这样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那我也知道很多年轻朋友就是喜欢新房子就看不起中古屋，这个我都知道尤其是女孩子他们就是看不起中古屋不然就是头期款比较吃紧的关系，需要用到预售屋的优付，中文硬啊，门槛高啊，对不对？你一下要头期款头期款出去之后要装潢的钱那你预售的话，优付就很简单。你外面不是高雄那边乱走乱开，都可以看到那些广告，什么定价签69万之类的所以年轻朋友族群青睐预售，没事，这个很正常我的观察是这样啦，我跟你分享，就是说你解决掉你第一间自住房子的问题之后，自住的解决掉了之后，如果你还想要多买一间房，就是你自住有了，结果你还想要多买一间，这很正常因为买房子自产这件事情就跟那个公仔一样会不由自主的越收集越多那你的第二间你自住搞定了嘛那你的第二间应该就会怎样引入投报率来作为评估的元素了，投报率此时它是不是新房子就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中古投报一定比较好，至少它可以马上生现金流出来，对不对？那你预售要等它3年后交屋，那你这3年内没有租金收入，钱是一直出去的状态那中古的话弄好整理就开始收租金了那此时你搞定第一间自住，你要在自产第二间你就踏入开始会接触推开中古屋的世界的大门就是这样。因为论投报，新房子真的比不过中古屋我们价差不一定，但是以租金的投报率真的比不过中古屋为什么？中古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什么？它总价就是比预售比新成屋还要低很多嘛。好，不要扯那些什么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中古跟新成屋开价已经差不多了，那就应该买新成屋，这不用讨论的事情那种事情是特例，它不是通例，我们不能把特例当成通例这样判断会失误。好，回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现象自住搞定之后，你下一间就开始用投报率去考量，是因为我的影片留言区常常会出现一些在骂中古屋的朋友们，说中古屋怎样老旧脏烂要会整理然后钱又要很多然后那个又要会跟公班周旋，什么有的没的对，说的都对，但我不好意思说的是，那是你房子不够多目前就只有自住跟还没有交屋的预售，否则踏入中古屋的世界这一定是你的必经之路。不为什么，只要你考量投报率，中古就是必定会被考虑的事情。没有谁在那边因为投报率的考量，然后跑去买了都一堆都是预售哪来的投报率你就是要拼那个价差而已嘛。所以我也常常回留言的时候会回到就是那个说我捧中古来贬低预售，没有哪有我只是说预售是怎么样，是未来价未来价，预售在卖未来价，好像他们也只要点个头阿元说预售是未来价，然后他点对，好，他就变成未来价的盘子这样所以就要说我一直贬低预售这样，没有啦中古有中古自己的好与坏预售也有预售自己的好与坏那本来做中古跟买预售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族群，这是真的我们做中古就是不看预售就只买预售人他们就是看不起做中古的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因为现在的政策关系，必须要开始怎样互相了解了预售也要看中古尤其我们中古也要开始做预售功课。我必须承认，预售我
其实很不懂，我只是那个行情很熟悉而已。反正就是现在预售实价登录，没事都拿出来看一看、背一背这样。其他诸如什么流料不施工啊、验屋细节啊、建商贷款的细节啥的那个预售屋才有的东西我是真的不熟啊。但是我这样通盘看了一下，它应该是比我们中古屋还要简单很多，没错因为你就对建商嘛。可是中古屋什么都是个案相较起来真的是复杂很多。那我也承认我已经开始在做预售屋的功课了买房阿元呢，讲中古了怎么开始做预售？影响最大的政策是这样就现在的政策是第二屋怎样自备4成，第三屋怎样自备6成。这个会导致什么？导致买一间高雄，我以高雄来做举例，一间低总价市区的中古，假设1000万的房子，我讲高雄又讲中古那个屋龄可能30年那1000万你听到不要高潮，尤其你们台北的。那买2屋的话变成什么？你要自备400万，买3屋你要自备600万。这个在以前没有这些政令的时候，我200万就可以买一间了。如果以第二屋来说，等于就是要人民拿以前2间头期款的钱去买一间房子，因为他要停到400万。以前没有干预的时候，400万可以看到什么等级的房子？可以看到1300到2000万的房子。那现在的话，只能看1000万的房子。所以我才会拍那支会员影片嘛，说现行政策之下什么时间差战术。什么一对中产阶级的小夫妻怎么运作，累积资产的速度会最快现在反正版本答案就是中古预售要交替进行的搞得我这种我从来不看预售的人我只看那个实价登录行情的人现在也必须要去怎样研究预售这个政策相当于政策上把人往预售驱赶，你不觉得吗搞出了预售急涨那无法刹车预售现在超级高姿态，超级夸张贵民怨四起。同时这个政策怎么样，也搞得中古屋市场的低总价被很多有400万、600万、800万在身上的人这样第二屋、第三屋、第四屋，他一样给他买下去，买低总买到现在也贵起来，低总都喷起来了相当于政策上把人往低总价驱赶，结果低总喷了。民怨四起你看4起加4起，这民怨8起了，我也不知道你看看我的说法有没有道理。